Hello，大家好，今天是8月6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了。美股在抄底反弹后，已经短线加速了3天，这里开始注意回调随时会发生。英伟达再度上涨，短线记得移动止盈，目标还是新高。亚马逊新高后出现了回落，止盈的同时记得关注下一次的买入机会。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那么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357期的视频。那么阿哲还是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那么第一部分我们还是会看到纳斯达克指数的观点回顾和我们再复习一下有关九转的形成条件，因为目前市场已经到了第5转。那么对于指数有所认识后，我们来到第2和第3部分，阿哲要讲到有关市场当中特斯拉、英伟达、比特币、以太坊、Huawei、谷歌、微软、Coin、Circle、礼来、AMD、英特尔、APP、SOXL、Meta、ARKB、台积电、皮尔提亚、美光、亚马逊、AOI、LITE 以及 MBIS 等以上的个股标的。希望今天视频依旧能够帮助到您。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有一个温馨提醒，我们视频当中的目录会看到比较多的内容，所以视频时长往往会偏长一些。如果不是每一部分，那么当然阿哲知道不是每一部分内容您都感兴趣，所以也设置了一个时间轴，大家可以点击下方时间轴就可以快速跳转到您最想要观看的那一部分内容，希望这个设置能够帮助到您。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一部分，之前我们讲过的一些观点再回顾一下。首先是对于之前的下跌趋势线的一个突破，我们讲过这个突破关注2天的一个时间窗口，当市场出现了某个压力位的突破之后，往往在2天的时间内会出现一些反应。这2天如果它是在不断上涨，我们需要把最后的那一天第2天的高点设置一个压力位，那么这个压力位很多时候会在突破并不是有效时会发生，所以昨天出现了这个阴线，市场出现了一个回落。同样这个节点也是比较关键的，阿哲在昨天的盘前广播当中和在我们前期的视频当中其实都提醒过，2天之后的这个节点要小心了，仓位不能再加了，这里可能要考虑短线的止盈。那目前是出现了一个市场纳斯达克指数的一个回落和部分科技股标的的一个下跌，当然这里呢也跟财报有一些关系。好，那么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它这个上涨其实很强势啊，所以空间上它是可以界定为有效的，只是时间上遇到了一个节点，这里容易出现回调而已。突破的过程当中，它是出现了2根相对的长阳线，伴随有一个缺口，所以如果下跌的过程当中连这个缺口都不被回补，那其实这个2号 K 线的压力也只是暂时的。这个回调只要不深，那么这个缺口都不回补，或者说它就是引线回补，后续这里依旧我们可以看涨看新高，依旧看市场的反转延续。所以目前是时间上到了调整的时间，但是空间上可以看出它的突破大概率是有效的。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市场的升级九转，它的形成条件和我们上期所讲到的压力位的一个问题。目前我们来看到市场其实存在一个九转的下跌后是不是衰竭了，九转衰竭而后出现1号 K 线的买点，后续涨了4根阳线1根阴线。不过目前市场是走了另外一个九转，一旦市场出现九转下跌反向往上涨的时候，它只要能够把这前方的下跌九转的压力给突破，比如说之前这个高点给突破，那么就说明它这个结构空方的优势就被打消了。因为我们之前讲过要小心下跌结构的形成，一旦形成它会有一个空方的压力，这个压力如果不能过，那么容易延续空方。而假如这个空方的压力被突破，就比如说之前这个底部是吧，形成九转之后呢，它有一个空方的一个优势在里，而这个空方的优势被后续的上涨突破，那么就说明空方的优势荡然无存，而多方建立优势。当然多方建立优势最好是在突破压力之后不要快速的往下出现明显的回调，如果能够形成顺着这个方向走出新的九转，那么就会建立一个多头的一个优势。所以当前是第一步，就是突破了这个压力位，股价的回调不要深，不要跌破这个缺口，其实整体的调整就还是正常的调整，甚至你做中线的这种短线的回调都不用触及中线的一个止盈。后续的调整当中，如果这个九转依旧维持，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它走到九转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上升的多头的优势，那后续的回调只要不跌破支撑线，那么我们依旧可以认为这个市场它终将会反转，终将多方会占领这个优势。那么怎么去形成这个九转的呢？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每天的收盘价和4天前的收盘价去对比，当它比4天前的收盘价是高的，那么连续9天都是这种规律，那么就会形成一个上涨的九转。
反过来下跌九转就是连续9天收盘价比4天前的收盘价低，那么它就会形成下跌九转。比如说当时的这个1号 K 线怎么出现的？它其实就是往前看，1天前、2天前、3天前、4天前，数字当天是不归于1天前的，它是第0天，是吧？它昨天是第1天，所以这么去看，是吧？它的收盘价在这里，1天前收盘价在这里，是不是比较低了呀？后续9天连续都保持这个状态，它就会形成神级九转的下跌。那后续的上涨其实也是一样的。这个1号 K 线为什么当时说它是可以构成买点呢？因为它是反包阳线，它比1天前、2天前、3天前、4天前是不是收盘价是要高的？所以这一天就是1天前了。目前是连续5天都比4天前要高，所以这个地方它形成了一个数字的5。那接下来怎么样能够形成九转呢？每一天都比4天前高，所以今天如果要形成6号 K 线，1天前、2天前、3天前，所以它要比2的收盘高，所以6难度是不大的，所以今天基本上就会是一个6。那么7号 K 线和3比，是吧？这个时候只要它调整依旧保持正常的回调，不破缺口，那么这个7的几率也是极大的。那么8的地方就开始跟4的收盘价比了，这个难度就开始大了。所以后续如果要形成8和9，则要求这一波的回调肯定不能深。如果本周后续以及下周周初，如果它在走到8和9之前，在6和7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明显下跌，甚至把缺口给破了，那这个九转大概率是形成不了的。那么这一波回调就开始要存疑了，就有可能它不是一个反转，还有可能依旧是一个反弹，只是这个反弹是一个比较加速、比较强势的反弹，但它依旧还是可能为反弹所以这是我们去关注的九转的形成。九转如果能形成，那么这里必然不能伴随最后2个交易日的大跌。如果最后这2个交易日明显下跌，明显破缺口，那九转是很难去形成的。那么以上就是关于之前的观点和九转的形成条件，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帮助，也是阿哲对于指数目前的一些观点，在短线反弹以来，是吧？我们有一个观点的更新，要小心这里依旧是反弹高点，那么何时会达成这种条件，就在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内容当中。那么如果您是老同学，听到这里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照常点上您宝贵小红心，依旧支持阿哲每期创作。当然如果您是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也希望大家在学习有所收获的前提下，可以点击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在点击之后会显示已订阅的这个字样，您可以在就说明您已经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了。那么以后我们可以长时间学习，那么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学习技术分析，一起了解美股行情的走向。当然了，如果您是订阅了阿哲频道的同学，那么你也可以去找到助教拿一下阿哲每天的盘前广播，因为阿哲每天只要是美股开盘，都会有一个习惯写一个美股盘前的一个观点。就像昨天所讲到的一些风险的提醒，以及之前所讲到一些机会的一个观点都会在美股盘前去进行写到。如果您有需要这方面的一个信息，都可以在订阅阿哲之后，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当中找到助教，去领取，这属于我们新订阅同学的一个小小福利。我们来到今天的第2部分，来到个股环节。个股环节的第一只标的，我们来看到特斯拉。特斯拉在当前走势下其实依旧是一个反弹，它很明显是比市场的大部分个股是弱的，因为它有一个明显的破位。那么这个破位下跌所产生的缺口大阴线和之前左方的一个低点的支撑，形成了一个相对共振的强压力的区间。这个区间之下，哪怕有九转衰竭，哪怕有一个阳线买点，我们也依旧认为它这里只是一个反弹。那反弹当中我们有钱赚就好，或者说你都不用参与这种买点都行。你如果要做特斯拉中长线的布局，那至少是要等它有一个明显的修复破位的行为，而后再去寻找这种承压转换的一个买点。现在其实是不适合做中长线的布局抄底，相对有点激进了一些，也可以做，但是阿哲认为这个可能还不够跌到位啊。这里如果能够再往下跌一跌到下方的支撑，而后再出现一些反转形态，那么会更好。所以当前还是以反弹来看待。那我们再看到它当前的一个日线趋势和周线趋势。那么当前我们所看的就是特斯拉的一个日线图表。那么在趋势结构上，最近的一个上涨是由于市场来到了一个白色 K 线，它代表市场趋势上是一个中期或者说波段的一个超跌。那波段超跌，白色 K 线被反包之后产生了一个反弹。一般来讲，如果是出现黄色飘带下跌趋势，那么这就是一个压力。所以反弹过程当中要小心它碰到黄色飘带，或者说到黄色飘带附近的一个压力反馈。
像之前转为黄色飘带下跌趋势之后，每次反弹飘带都要小心了，反弹附近它的一些顶分型的产生压力的一个出现。当下的市场又出现一个反弹，靠近飘带，目前是不是也有一个顶分型？不过它不是一个反包阴线，所以也可以等一等。如果出现反包阴线破位，结合它是一个反弹，就在飘带附近，这种地方就也是不管赚多赚少，甚至保本也行，那么也要跑了，不一定它会每次都弹到这上面，是吧？所以反弹有得赚，左侧跑、右侧跑都可以。等到趋势转好之后，再去做右侧机会。那一般来讲，如果一个趋势飘带走为持续的下跌，那么我们的日线的反转至少也要一个强力的突破飘带，然后有效的守护飘带，这样能够站稳转势会更好。之前这一波虽然是强势的突破，但是它没能站稳，全都跌破了这个飘带，所以走出延续的下跌。所以至少你要找一个短线以上，是吧？中短线的介入机会，那最好还是等趋势反转之后，走为紫色飘带之后，去寻找一个回踩买点。从周线来讲，依旧在支撑位附近产生影线，但是这种地方不能说它100%会止跌，或者说它的止跌是一定会有效，因为它的下跌之前这个阴线太长了、太强了，所以它可能容易走得复杂。目前是踩到龙门线了，本周如果能够维持得住这个蓝 K 的突破，那其实还是不错的，说明有机会是周线的一个止跌。所以本周如果能够收得住，其实我们可以去寻找买点，当然这个买点最好也是回调买点，或者说你的日线的左侧的买点就可以持有，是吧？你可以把这个蓝 K 的低点做一个首次左侧买入的一个止损，就类似于之前价格的走势，确认突破有效了，去做它的一个回调，或者说把日线的一个左侧买点持有，然后设置一个防守位，设置止损，看一下一波周线的反弹可能会由此产生。目前这里如果止跌有效，那么它不管是二次回踩还是直接反弹，那么它的空间其实还是可以的，至少会面临一个之前的大跌的一个反弹就会延续，所以最好周线那里能够确定本周是收盘能够收得住，能够确定反弹。目前还不能确定周线的反弹，只是一个日线反弹，所以压力位先看到上方这里 332.961。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只标的是英伟达，先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一个图表。英伟达的走势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如果你的操作的一个能力相对弱一点，是吧？交易的水平差一点，那甚至会做到一些可能买的时候已经脱离低点，市场有机会的时候可能你又不敢去买进，是吧？调整时敢买，涨起来买反而是见到高点，是吧？所以是有一定难度的。最近的英伟达的一个行情，那么这一波的股价上涨也是出现了2个缺口，所以它的这波上涨是属于比指数强势的上涨，因为指数只有一个缺口。之前这波下跌也是调到了左侧的这个缺口附近，是吧？连续出现了2次回踩，而后出现启动又有缺口，又破了左边高点，所以这个地方阿哲还是认为这个地方你要设置一个移动的止盈，因为它加速了，然后它目前其实有一个超买的一个信号，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所以这个地方最好是不回补这个缺口，或把缺口作为支撑，那么一切都还有机会继续往上去触碰上方的压力。如果这里回的厉害一些，就有可能是一个突破之后走弱的迹象，可能要填补多一些支撑，还不如短线做一些止盈。好，我们来看到上海趋势图。从英伟达的上海趋势图当中，你可以看到，之前2次回踩的地方，除了有缺口支撑，它也是龙门线支撑，是吧？2次都有蓝色 K 线，蓝色 K 线跟白 K 是类似的，只是级别会小一点，它是属于短线超跌，是吧？这里一波，是吧？这里一波都有2个买点。好，买入之后，目前是一个黄色 K 线，黄色 K 线在日线图表出现，说明短线是买入，说明短线、中线有可能性是超买，所以蓝 K 出现后的黄 K， 是吧？蓝 K 代表低点，黄 K 代表有可能是高点，蓝 K 后消失反包属于买点，黄 K 后消失如果被反包，一般来讲就说明要小心它的一个回调。所以当前蓝 K 反包突破买，黄 K 出现如果消失反包跌破，那就要做一个短线止盈，是吧？小心它回踩这个飘带，或者说它可能调的会深一点。如果它连黄 K 都不破，那有可能这个缺口就是强支撑，后续往上继续看左高。而后周线上我们保持依旧趋势的一个看涨，因为它是2次回踩到飘带，而后出现了反包。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依旧认为我们地方的回调它是一个低点，那么趋势的惯性会让我们去看到左高的突破，跟亚马逊一样，所以我们可以抱着这个观念，这里是1次反包，2次回踩，再次反包。所以目前来说，只要它不迎接最后2个交易日是快速回调的，那其实一切都还好，是吧？日线保持强势的走势，缺口的优势，而后周线能够反包，这是比较好的。所以如果大家对于英伟达感兴趣，那么也可以多多关注最近的一个走势。当然，如果你最近操作类似英伟达、类似亚马逊，或者说一些个股并不顺畅，或者说有行情你也没有把握得住，或者没有赚多少，甚至还踏空了，那阿哲是比较建议大家可以
点击订阅阿哲频道之后，您找到助教之后，也可以去优先参与一个知识课程。这个课程是讲美股期权课的。那么这个是阿哲专门邀请了一位实战经验有20年之久的一个期权老师，为大家去进行讲解和授课。如果您在交易上还不太明白，对一只股票，哪怕有时候可能分析对了也没做对，或者说很多时候分析也是错的，那这种情况下，你想要更快的去进步，或者说做好交易，美股期权课您可以作为一个学习的一个部分。那么像我们课程的老师也会拿他的一个实战账户，像 Great 老师，我们的期权老师也会根据市场的变化制定不同的期权策略。那么他也会跟踪很多个股，比如说最近所跟踪的苹果以及英伟达，其实都取得了不少的一个收益，期权的一个策略的匹配上都还是挺不错的。所以大家如果交易上还不太擅长，都可以在订阅阿哲频道之后，点击右上角弹窗小卡片找到助教，也或者在底下评论区找到助教，都可以去报名这个课程。我们来到下一部分，我们来看到加密货币方面。加密货币上方是以太坊，下方是比特币。我们看到两个货币，它其实表现上目前以太坊还是偏多头，因为它把左边高点突破之后，它其实一直在走一个回踩，只是回踩的过程当中它一直启动不了。为什么启动不了？我们之前讲过，它和比特币之间是要有一个同步的共性，很难说它单方面的一个走的特别强势，它可以走强，是吧？但是如果比特币不跟随，其实市场的资金情绪整体还是不够强烈，不足以去启动一波大行情的。所以看到之前的这个高点，比特币它一直没有去触及，没有去突破，所以整体来说，比特币它是一个下跌之后的小反弹，连这个阴线都还没有过。而我们可以看到，以太坊它已经是大阳线突破压力，而后走一个震荡，二次回撤，但也没有启动。所以如果你要去看一个多方空间的打开，在日线上最好能够伴随加密货币当中的比特币能够往上去突破，那么就容易出现以太坊的一个行情的启动趋势的上涨延续。如果这个顶背离一直保持，我们看到现在其实保持很久了，它的行情就不容易走强，容易走震荡，容易走弱，就跟之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底背离一样。底背离如果不去修复，那市场它也跌不下来，那么就会出现什么反向的行情。那么现在这里如果顶背离不修复，那么市场自然而然很难的去突破上去，就容易走出什么反向的一个行情，甚至去回补之前没能跌破的以太坊的一个低点。所以现在要注意一下这个策略的一个选择，不能盲目的去做多和做空，要等待一个明确的信号。做多可以看一下比特币的新高动作，如果有及时跟进以太坊的做多，如果没有就要注意，可能机会就是比特币的一个空方。比如说这里是一个阴线反弹到现在都没过，如果出现一根阴线顺势往下破，那其实就开启了比特币的一个下跌的一个过程。结合起来我们的策略制定了。接下来我们来到下一部分，是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的地质标的来看到扩位。目前我们所看的是扩位的图表，扩位其实也跟很多个股一样，跟指数也一样，是进入到了一个黄色 K 线。黄色 K 线它其实就是一个超买信号，所以价格每次你会发现到黄色 K 线的地方，其实就要小心了。它不代表一到黄 K 就一定会跌，特别是在一个紫色飘带上，是吧？黄 K 它是一个强势上涨、超买的一个过程，有可能过热，但过热不代表立刻就会被泼冷水。所以市场一旦过热了，你不要去加仓，因为它可能会处于加速当中，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可能会冷却。所以一旦出现黄 K， 我们第一个控制仓位，不要追涨，而后是等待黄 K 消失的跌破，那么确定风险可能会在这里产生。好，所以每次黄 K 出现时不要加仓，一旦快速消失，就黄 K 如果它是正常情况下，在某些关键性的高点，它不会维持很久的，就1-2天。好，所以一根的黄 K、2根的黄 K 出现时，快速跌破风险是最大的。那么现在也是处于2根黄 K， 是吧？之前低位白 K 突破，如果没有买到这个地方就没有必要了，除非后续给你一个紫色飘带的回踩啊。所以目前是有一个压力龙门线，又有黄 K， 如果消失反包跌破，就先看一下下方飘带能不能产生支撑，有做交易。如果依旧保持黄 K 上涨是好事情，底下可能会转变紫色飘带，后续我们再去跟踪回调买点。一般黄 K 不建议去加仓，周线上最好能够保持，如果它能够保持这个动作，那就是一个蓝 K 的突破。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又伴随之前左侧是一个周线的低点，就有可能是一个再次的大的一个底部，所以最好是能够反包。但这个地方哪怕周线反包也不是一个立刻买点，这周涨得太强，它这种强势的上涨碰到飘带是容易有二次回踩的，所以可以后续关注一下，因为这波上涨还不错，有可能构成日线的一个反向和周线的一个底部行情。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一个是谷歌。谷歌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黄色 K 线2根后的破位，不管它这里是真的要跌还是只是个误差，我们都会看到
之前的黄色 K 线每次破位其实都代表一个风险，我们最好不要去轻视它。所以这个黄 K 出现，说明涨得多了。这一次的蓝 K 出现是吧？反包突破，我们在盘前广播当中是有提及的，涨上来了，黄 K 出现了，跌破了，是不是都一样的？之前的反弹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其实有时候它是个小空间，有时候是中等空间，有时候是大空间，但是它一样代表风险。所以这里跌破就属于止盈，止盈之后有个缺口，有一个飘带即将转射，那后续这里如果能出现一些其他的止跌信号，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右侧的买入信号？当然这里你可以左侧不完全跑，可以做一些底仓，做后续右侧的一个布局也是没有问题的。周线上当前的蓝色 K 线还没有完全的反包有效，毕竟它是个阴线，所以止跌来讲，从周线来说差一点点，可能要2次回踩确认一下。下一个个股，我们来看到微软，微软它是不是转为了一个紫色飘带回调启动？启动过程当中，目前也是连续的一个黄 K， 然后它的黄 K 不止1-2根，是吧？之前这种一根的快速跌破的就是风险，如果它是连续好几根，那么后续哪怕调整，是吧？依旧是风险，但是我们会认为它的趋势是很强很强的。所以一旦它的黄 K 是很多根，而后再破位风险，特别伴随是一个紫色飘带，那其实容易是走趋势行情。所以现在市场走了一波加速，价格如果2次回踩，那么不管是踩飘带、踩缺口，那么只要它的黄 K 释放过风险之后，调整并不强烈，那么我们都可以去寻找后续的机会。当然这个机会是后续的，不是说现在你买，那么就容易买到高点上，所以要小心。所以在周线上它也只是一个刚调完是吧，2次之后破位，然后走出一波上行，它的周线也刚刚突破，周线也刚刚站到之前的一个龙门线和飘带之上，是吧？周线也刚转为这个紫色飘带，所以趋势在回调之后依旧有机会，但现在你去做，其实风险会大很多，是吧？哪怕它这里不回调往上涨，你就找其他个股，是吧？因为这种地方性价比它不是很高了，一不小心买错了，真的是高点，那你后面哪怕有机会，你也得先被套很长一段时间。好，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Coin 的价格还是一个空方趋势，市场的出现是一个下跌走势。那么这种下跌行情当中，它的龙门线、它的飘带都是向下的，所以它的风险依旧比较大。哪怕市场最近在走势比较强劲上涨，但跟它也没什么关系，所以它还处于一个比较末期的一个阶段，没有必要在这里去博弈它是一个底部，因为它很多趋势下都是空方，不如等它一波往上的强力突破，然后再去做趋势的右侧交易，否则左侧这里可能还会不断的一个探到低点，所以这种个股就只能说看看，不是一个重点的交易做多的一个方向。然后是Circle 也是一样，Circle 保持一个下跌，然后有一个收敛的状况，但这个收敛它还没有选择一个方向，所以我们要看一下能不能出现这种突破。这种突破的话，飘带就会转为紫色，而后将会出现日线的一个波段的一个机会。周线来看，它是蓝色 K 线，但是跌太多根了，目前来讲也是刚消失，没有反包，所以它的止跌力度依旧不行。我们说过很多次了，这种要等待一个更加明确信号会更好一点。然后就是以来的买点不太好找，因为它有点走乱了，它不像之前那么清楚了。之前回调之后是吧，蓝 K 突破，回调之后蓝 K 突破，黄 K 风险是吧，黄 K 风险，之前这种都是正常波段的一个动作，现在有点乱七八糟的。跌下来破位无效，反抽补缺口下跌，是吧？它这里更像是一个蓝 K 反弹补一下缺口，又是黄飘带。我们这个地方不太希望作为一个买点，因为它是黄飘带，它又是刚补完缺口收长上影线，所以干嘛我们会发现它可能会这么去走，高点降低是吧，低点可能还会降低，所以这种日线走势下它的买点不好参与。周线上就是一个震荡，黄 K 跌破，飘带还没有一个有效的止跌，并没有特别好的一个反包的动作，所以它的止跌力度不够。那么这里又有缺口压力，所以整体来讲再等等，它有可能要去触及龙门线的，龙门线是1043.57，离得还有一定的距离，整体比较乱，有可能周围震荡，那也不好操作，所以可以再观察。下一个是 AMD 是一个蓝 K 突破来到黄色飘带，正常如果是蓝色 K 线的突破，如果是紫色飘带，它就有机会是什么？走趋势的新高，因为趋势就是高点当中容易继续创新高，这是上升趋势。而下跌趋势它哪怕有蓝 K， 哪怕突破，一般第一个压力位会在飘带这里遇到，飘带遇到之后有明显的反包阴线，甚至把缺口都给全部填补了，这种其实就小心这个它到了一个反弹的高点，就跟之前那样子是吧？所以这种地方你要做一个短线止盈、反弹止盈是 OK 没有问题的。周线上来看就是紫色飘带回调没问题，但是本周只是一个小反弹，
是吧？只是一个周线的小反弹，它并没有去修复之前周线的某个压力位，没有去收复成功，还是一个上影线，所以周线的 K 线并不好看，并不强力，止跌也不够，所以可能还在维持这种弱势震荡，或者说是下跌趋势啊，所以这里出现的这种黄色飘带的压力反馈比较强，就要小心了。我们看到下一个是阿哲认为有机会的英特尔，但它的机会不是现在，因为它现在黄 K 了，黄 K 肯定不是说这里有机会了，这里的机会是代表周线它是调到了这个我们的紫色飘带，然后又有仿包，最好这个仿包能够维持在本周，不要回落。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确定周线的一个止跌可能性，又结合日线有一个缺口，所以这里如果周线不要在这2天大跌而后维持住，是吧？后续下周出现缺口回补，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是还是比较漂亮的一个节奏，一个剧本。但如果是快速的跌破，那么这个周线肯定就反包不了，这个蓝 K 还是一般般，要再等等。所以最好在这2天不要出现大跌。英特尔下周开始可以好好关注一下，当然现在还不行，现在是一个黄色 K 线。下一个 APP 的一个价格是一个左侧低点，是吧？也是一个支撑，然后出现了向上的一个反弹，反弹过程当中来到了黄色飘带，出现了冲高回落，是一个负阴线，负了一半。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往后跌破飘带，那是不是也是弱的呀？所以这个呢，阿志一般不太建议去做第一波的一个反弹，除非它的结构很好。但 APP 的结构是一般的，所以我们不太建议你还在黄色飘带时去做，跟这个英伟达、亚马逊是吧等等的，包括之前的 PLT 还有微软都不太一样，是吧？它是整体大节奏不好，周线也不算很好，这种情况下其实就再等等会更好，它不是一个好的一个交易点位。下一个是半导体的3倍做多，这个是踩到龙门线，有蓝色 K 线仿包突破飘带，也有缺口啊，所以可以跟随英特尔一样的一个考虑。周线上甚至可能英特尔会更好一点，因为周线上它没有消失仿包，所以它还是蓝 K， 所以蓝 K 还没消失，还在确认止跌的有效，它的反弹还不算特别强，所以英特尔可能比它会有更大的一些希望。价格是一个缺口，如果不回补会更好，稍微调一调，再出现仿包阳线，可以继续往上看涨。结构上来讲，还是英特尔会更好看一点。下一个我们来看到 Meta 我们在上期视频讲过，就左侧可以去卖，因为它走了一个上涨肢体变短，又补了缺口，有一个阴线。所以这个买点之后，哪怕没有黄 K， 没有明显下跌阴线，左侧来讲，我先把这几个点的利润，短线利润先拿到，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因为左侧做反弹有赚就行，是吧？整体也有10个点。好，那碰到飘带收阴线了，只是这个还只是一个上涨的阴线，假阴线，所以我可以做右侧，可以把防守位可以移到这个阴线的实体。如果收阴继续破，那我做右侧止盈，短线止盈也行。如果你做中线的话，那你就没有必要了，你就可以做一个假破位之后可能会走一个是吧反转，因为我们之前讲过，周线上这里是回踩龙门线了，一波价格的回调能跌到龙门线，就有机会触发中期的底部的可能性，而后它在这里又出现比较密集的这种筹码的堆积，是吧？左侧又是一个底部区域，所以这种地方是有可能是走一个收敛后的选择向上。如果你做中线，那么这个地方就可以去博弈一下，是吧？毕竟你的成本第一笔还可以，右侧它2次回踩，后续如果能这么走，那就有机会在龙门线之上，是吧？去走反转。目前这里就可以作为左侧的，当然短线反弹就不管了，这里就直接止盈就行了。下一个看到 RKB 是一个黄色的 K 线，黄 K 加黄色飘带，这个地方如果收阴跌破就要走，如果做反弹，这里其实也可以左侧直接卖，都不用等它跌破。周线来讲，它的趋势如果能够止得住，是吧？这里刚好是一波回调，跌到了左边低点，之前的低点，蓝 K 仿包，这个地方可以开始关注它的一个后续的一个机会，但这个机会最好是能够到这个龙门线之上，2次回踩止跌的机会。现在在左边这个缺口的地方滞涨，如果直接就来一个阴线比较明显的破位，那其实就不够用。周线的蓝 K 止跌其实就不是一个很好的买点，所以我们蓝 K 止跌有效先判定，再看到日线找一个好买点，是这个逻辑。那我们看到下一个个股是台积电。台积电的价格是走了一个冲高回落，在飘带这里是不是一个价格的黄色飘带，阴线比较多，阳线比较少。周线上实际上是一个价格回调的一个低位有可能是低位，但是它的阳线没反包，所以没站到飘带。周线的一个止跌的力度弱一点，日线上它又没有突破飘带，所以还是一个反弹可能性。所以这里有可能会走一个2次回踩。下一个我们看到 PLT 算是我们之前就讲过很多次，可以在这个大阳线的中轴里面去做买入的。一开始说过这个地方是一个买点，回调之后蓝 K 反包这个买点，只要不实体跌破这个蓝 K
只要实体不跌破这个大阳线低点，我们就可以持有待涨。目标位置是龙门线，是吧？所以目前来讲，其实就是一个正常的趋势结构到了龙门线了。所以作为逆势来讲，这一波其实差不多够了，一根 K 线直接涨了19.45%，所以这很够的了。价格突破龙门线第一根、第二根收阴线，其实可以做一部分止盈。但你说它能反包之后出现周线的反转还早，因为周线还是一个黄色飘带，突破第一根，一般第二周会出现滞涨，或者第二周容易出现压力，所以短线来讲，这其实已经够了。价格走势是一个蓝色 K 线仿包，是吧？它的周线价格仿包，二次回踩买入而后突破飘带。那目前未来如果能够回调而后止跌，那可以去看它可能会有一个反转，但现在不是一个买点了。阿哲喜欢买在加速之前，加速之后一般就做回调会更好，否则你可以用一些利润去跟它后续的行情，不然直接卖掉，止盈这一次也就 OK 了。下一个我们来看到美光，美光是一个反弹到黄色飘带，因为它还是黄色飘带，所以这个地方去买入的话，你比较躲。它的周线其实还没有一个止跌的一个有效性，因为周线虽然是紫色飘带，但是它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反包动作，所以周线的止跌是还不判定有效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日线的买点就要相对小心一点，仓位不要放重。这里一切的赌，它的低点都是左侧的，买入都是左侧的。这里有一个缺口，那么这里如果能够回调时不完全填补，那么还有机会能够走突破，走紫色飘带再去看涨，那样其实会更加安全。现在离龙门线还有一定距离，所以你不能说它这里一定会止跌，毕竟它的缺口之前完全填补了，这里有可能只是一个反弹。我们再看到下一个是亚马逊。亚马逊的黄色 K 线它还没有消失，但是它开始已经跌破了这个第一根了，所以这个地方肯定是要减部分仓位的，缺口也被完全的填补掉，所以阿哲认为这种地方其实做减仓行为是没问题的。而后逻辑上就跟之前所看的那个什么皮尔蒂啊、微软那些其实一样，你如果做的是短线，是吧？那这一波其实够的了，你直接止盈都没有问题。如果你想要看产业，所以你说我想做一个中长线的布局，那之前这种地方做一个反转，那你现在可以做一部分短线止盈，而后中线可以留底仓或部分仓位，因为它的周线它还是一个趋势结构，这只是说走高突破没成功，那么回踩之后有机会再尝试买点，再去博弈它的下一次的启动点，所以它的调整可以是面临的飘带的回调251.82，当然这个可能性比较低。如果真走中线的一个上涨，另外一个就是可能这些缺口的地方，这个地方首先底下是导型缺口，这个大概率趋势上涨时它不会去那么快回补这种地方，所以回调时底下这个缺口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可能性，因为它这里还有个飘带啊，所以我们后续回调，一看这个缺口，二看这个飘带，飘带目前是252.004。下一个来看到 AOI 应用关电，应用关电也是龙门线回踩突破，飘带2根收黄 K， 如果这里收阴线，则是一个短线止盈点。那么它有一个缺口在这里，又有一个龙门线，有一个飘带，是一个共振的密集的区域，所以这里是一个强支撑区域。所以哪怕跌破之后，只要这个地方能够有止跌启动，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买点。从周线来看，是不是一个蓝 K 的仿包？所以周线蓝 K 仿包，日线龙门线这里也有止跌。后续二次回踩可以找机会，除非你之前短线买入了，否则这个地方就不建议去买了，因为它是一个黄色 K 线。我们再看到 AOITE 结构比较乱一点，但是它整体来讲跟 AOI 是类似的一个结构，来到了这个我们的龙门线超跌反弹，蓝 K 仿包突破，那么2根是吧有压力，那么周线来讲它就还没有完全反包是吧，所以可能 AOI 还会更加好看一些，但是结构日线是差不多的。MPIS 其实也不错 ，MPIS 它也是突破了飘带2根之后有黄 K， 蓝 K 仿包，黄 K 小心它的跌破，日线、短线将会产生回调。而后它的结构上是周线有一个蓝 K 的仿包，因为这个蓝 K 长上影线，你可以用实体来看，所以这一周如果收住了，其实就是仿包有效，最好不要跌落这个飘带。周线的飘带是209.231，本周收盘在上面会更好。后续你做回踩时，它也跟 AOI 一样，所以你可以看二次回踩的一个机会是调飘带，还是调到二次的龙门线附近去找一个机会。现在可以还属于短线上涨，还可以，这个结构也不错，跟 AOI 差不多。那么以上就是8月6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